万事开头难。玉米的到来把故事推向了高潮，玉米被人们拖回来了，王红兵早就被女人们抢过去抱走了，人们同样给玉米让开了一道缝隙。这一幕人们盼望已久了，只有这一幕看到了，大伙儿才能够放心。玉米被人拥着，推着两条腿，一左一右的在地上走，其实是别人的力量，他的身子几乎后仰了。到了家门口，玉米胆怯了，不走。两个胆子大的闺女把玉米一直推到庞国良的面前，人们以为庞国良又要给玉米敬军礼了，没有，四周静悄悄的。庞国良不仅没有敬礼，甚至没有立正，差不多也没了站相，只是不停地咧嘴，又不停地吃力地抿上。玉米迅速地瞥了一眼庞国良，看到了他的神情，玉米放心了，但是人已经羞得不成样子，腰那一把像蛇。玉米的脸庞红彤彤的，把眼珠子衬得更黑，亮闪闪的，到处躲，可怜极了。门外的人再也没有想到玉米会这样扭捏，一点都不像玉米。他们想，到底还是个姑娘家。门外的人一起哄了几声，高潮过去了，气氛轻松下来了。他们为庞国良高兴，但主要的还是为了玉米。王莲芳来到门口敬烟，是男人都有份儿。王莲芳最后给张如俊的儿子也敬了一根，如俊的儿子被如俊家的抱在怀里，傻头傻脑的。王莲芳把香烟夹到他的耳朵上，说：“带回去给你老子抽。”人们没有想到王支书这样客气，都说笑话了。门口响起了一阵大笑，气氛相当的好。王莲芳对着门外打了单手，人们散去了。王莲芳关上门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施桂芳安排庞国良和玉米烧水去了。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施桂芳知道厨房对于年轻男女的重要意义。初次见面的男女都这样，生疏得很，拘谨得很。两个人一同坐到灶台的后面，一个拉风箱，一个添柴火。炉膛里的火把两个人烤得红红的，慢慢会活络的。施桂芳带上厨房的门，把玉英、玉秀他们都轰了出去。这几个丫头不能留在家里，她的7个女儿除了玉米，别的都是人来疯。玉米烧火的时候，庞国良给了玉米第2份见面礼。第1份是按照祖传的旧规矩预备的，无非是面料和毛线那一路的东西。庞国良到底有不同凡俗的地方，另外又准备了1份：1支红管英雄牌衣襟笔，1瓶英雄牌蓝黑墨水，1扎40克信笺，25支信封，外加领袖的夜光像章1枚。这一份礼物更有了私密性，同时兼备了文化和进步的特征。庞国良把它们放在风箱上，旁边还有他的军帽，军帽上有1颗红色五角星，鲜红鲜红的，发亮，是闪闪的红星。这几样东西组合在一起，此时无声胜有声了。庞国良拉着风箱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反映到炉膛的火苗上。在他做推手的动作时，东倒西歪的火苗立即竖了起来，像一根柱子，相当有支撑力。玉米则把稻草架到那根柱子上，这一来，他们的手脚暗地里有了配合，有了默契，分外的感人。稻草被火钳架到火柱子上去，跳跃了一下，柔软了，透明了，鲜艳了，变成了光与热。两个人的脸庞和胸口都被炉膛里的火苗有节奏地映红了，他们的喘息和胸部的起伏也有了节奏，需要额外的调整与控制。空气烫得很，晃动得很，就好像两个人的头顶分别挂了一颗大太阳，有点烤，但是特别的喜庆，是那种发烫的温馨，就是有点乱，还有一点催人泪下的成分，不时在胸口一进一出的。玉米知道自己恋爱了。
玉米望着火，禁不住流下了热泪。彭国良显然看见了，但是不说什么，只是掏出了他的手帕，放在玉米的膝盖上。玉米拿起来，没有擦眼泪，却捂住了鼻子。手帕有一股香皂的气味，玉米一闻到这股气味，差一点哭出了声音。好在玉米即刻忍住了，泪水却是越忍越多。他们到现在都没有说一句话，没有碰一下手指头。玉米想，这就对了，恋爱就是这样的，无声地坐在一起，有些陌生，但是默契，近在咫尺，却一心一意地向遥远的地方憧憬缅怀。就是这样的。玉米望着彭国良的脚，知道了是42码的尺寸，这个不会错。玉米知道了彭国良所有的尺寸。女孩子的心里一旦有了心上人，眼睛就成了卷尺，目光一拉出去就能量，量完了呼啦一下又能自动收进来。按照旧规矩，玉米过门以前，彭国良不能在王家庄这边住下来。但是王连芳破字当头，主张移风易俗。王连芳发话了，住。王连芳实在是喜欢彭国良在他的院子里进进出出的，总觉得这样一来，他的院子里就有了威武之气，特别的无上光荣。施桂芳小声说，还是不妥当。王连芳瞪了施桂芳一眼，极其严肃地指出，形而上学。彭国良在玉米的家里住下了，不过哪里也没有去，除了吃饭和睡觉，几乎都是和玉米待在了灶台后面。灶台的背后真是一个好地方，是乡村爱情的圣地。玉米和彭国良已经开始交谈了，玉米有些吃力，因为彭国良的口音里头已经夹杂了一些普通话了，这是玉米很喜欢的。玉米自己说不来，可是玉米喜欢普通话，夹杂了普通话的交谈，无端端的带上了远方的气息，更适合于爱情，是另一种天上人间。炉膛里的火苗一点点暗淡下去，黑暗轻手轻脚的笼罩了他们。玉米开始恐惧了，这种恐惧里头又多了一分难言的期盼与焦虑。当爱情第一次被黑暗包裹时，因为不知后事如何，必然会带来万事开头难这样的窘境。两个人都相当的肃穆，就生怕哪儿碰到对方的哪儿，是那种全神贯注的担忧。